我刚刚坐副驾驶注意到这个东西是干嘛的？这个是打开的这个。我还在想它还是一个小的显示器还是什么的。这个能调拉起来，调高一点点。好，那个抬头显示看得清吗？可以。哎，一般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用这种。对，是的。以前的那个叫什么马自达用这个也是这样子的，有点小。踩刹车就按 D 档就行了。储物空间的话，哦，这边是杯架是吧？对，杯架。然后这种是对开的。哦，这个怎么开呢？这个是不能开的。哦，不能开。后面是一个出风口。这边是没有出。对，是的。就是这边一个比较大一个，是吧？这个是干嘛的？这个是调节亮度的。哦，仪表亮度。就是全系都是这个实体的仪表盘是吧？是的。空调也是实体的。哦，行，直接就按 D 档是吧？行了。哎，它这个头的位置还是有点怪，觉得。哎呦。它那个角度可以调节的。我们是普通模式吗？现在？对，我们现在在这样是普通模式。我说它有点好像有点窜，应该不行。红绿灯执行。好的。哦，它这油门响应。就是在舒适模式，油门响应的话也是比较快。对。不过本田这一代车的那个油门跟脚程度都做得很好。对。它这个跟那个 CR-V 的那个 1.5T 是一样的发动机吗？不一样的。不一样是吧？对。它那个好像也是240写的。我们呢就是这个调教，包括我们用的涡轮跟他们都是不一样的。涡轮有大小之类的。那比如说像那时候就是前2年了，应该是他们那个机油增多事件什么的，我们那时候也担心的会不会有这个问题。这个就没有，我们就一台都没有。它这是7速双离合？8速啊，8速。带夜路变矩器的是吧？对，我们到前面红绿灯右转啊。好的。哇，这种动力的直接感明显要比那个 CR-V 的好。开起来的话，虽然说都是1.5T 啊，跟 CR-V 其实开起来还是有就是本质上的区别。本质上的区别，驾驶感受完全不一样。像这个底盘啊，各方面底盘的调教啊，这个底盘明显就要更扎实啊，更扎实，更高级，对。整度啊什么都要好。因为我们减震用的是这个 ADS 的一个自适应减震嘛。红绿灯继续右转。好的。它这个抬头显示应该是可以调高度的是吧？对，可以调的。这个盲区监测本田的其实还蛮好用的，以前雅阁上面老雅阁是吧？对。现在新款我不知道，我同事的那个9代雅阁上面就有，它有一个副屏的那个显示这个。感觉发动机的声音跟那个1.5那个 CR-V 的1.5我也确实简单试驾过一下的，那个感觉没有这个，感觉那个这个发动机的出力感觉上去更精密一点，更高级一点。所以说还是对，还是有区别的，所以可能是差不多的发动机，但是调教上稍微有点区别，明显感受的区别也是不一样的，可能用的材料啊什么的多少有点区别。那我们现在只是在这个舒适模式下面。然后像这个模式呢，开的时候是可以随意切换的。好的。运动模式的话呢，比舒适模式还要再来的更加灵敏度更加高一点。这个红色是那个是 Sport 版，是 Sport 版独有的是吧？因为像您展厅的话，有一台也有一台红色的，白色的。对，然后
运动版的内饰呢，它有红色和黑色2个颜色。啊如果是普通版的尊享版的，它是棕色的内饰。它这切了那个运动档，明显好像好凶啊，是有这个能感受得到它的一个凶猛的那种感觉，感觉它随时准备扑上去的那种感觉。刹车好像效果也很好，随便点一点，灵敏度还是比较高的，脚感啊什么的，刹车力啊什么来的都是非常舒服的。这个车大概什么时候发布的？这个如果是这个新款的话呢，是在去年的10月份左右，就10月份。这一代车呢，就是跟 CRV 差不多，他们是不是？这个这个就是在90月份，去年90月份刚上来的改款，对。就是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它这刚上来，对，一整代车型。刚上的话是16年，16年差不多了，对，跟那个都是1.5的那个发动机上市的时候。你们那个展厅好大，感觉就放了2个车型是吧？对，现在因为目前的话就2个车型嘛，其他车型的话像那个轿车什么的，国外上了嘛，但国内的话还没进来。本身今年的话又有这个疫情影响，对，是没法进来，节奏打乱了啊。对，右转。包括像那个 MDX， 就是那个更大的那个7座的，也是一样。它这个车转向整体还是蛮微微的有一点点沉啊。运动模式下面的话会更沉一点。对。哦，对，明显要松掉一点没？那个感觉像一根紧绷的线，稍微松掉了一点感觉。直接按一下是。对，我按一下就行。哇，这个倒车影像有点小。其他如果是这个尊享版的，它是不带这个360度的。其实不带反而我估计正好，带了之后它占用了一点，对，显得有点小。其实它不小的。尊享版的话，其实各方面就是不带了之后清晰度各方面还是非常好的。直接按一下 P 档，按一下 P 档就行了。